嗨，大家好。记得6月17日，003福建舰航母在上海的长兴岛刚刚下水后不久，在北方的大连香炉礁码头，我国的首艘国产航母002山东舰也来了一次下水。没错，这应该是山东舰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正式下水了。第一次自然是2017年4月26日的正式下水仪式，第二次则是自3月28日左右开始，山东舰再次来到香炉礁码头，开启入役以来的首次大保养。而这期间，伴随着首次装配电磁弹射器的003航母福建舰的下水，很多网友又开始热议山东舰此次的大保养会不会是在更换电磁弹射器呢？除此之外，另有网友宣称003福建舰所搭配的动力为核常混合动力。最近的小道消息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山东舰自4月开始一直停留在大连进行保养，这是5月5日拍到的卫星图，此时显示山东舰已经入坞并开始进行甲板涂层作业。而在6月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新涂层已经完成，而且我们注意到山东舰在入坞保养期间，整个船坞是干的。而后到了6月26日，卫星图显示船坞已经注水完毕，而且在更换完甲板的防滑涂层后，全新舰载机的飞行滑线也已经完成，据说是进行了些许微调。看起来山东舰的第二次下水也已经万事俱备。这不，就在当天稍晚，根据船坞附近拖船的运动轨迹判断，山东舰正在进行下水、出坞和码头停泊作业。这个流程应该与2017年第一次下水时一致，由拖船拖拽出坞，然后停泊在隔壁的码头。只不过这一次由于山东舰自带动力，并不需要太多拖船协助，当然也不会佩戴大红花和再进行一次下水仪式了。那么山东舰此次的大保养会不会像很多网友所述的那样，有可能是加装了电磁弹射器呢？那就要先来看看滑跃起飞和电磁弹射在船体构造上会有哪些区别。这是美国福特号的电磁弹射系统，如图可见，在甲板下方是预留了相当的空间进行弹射轨道的铺设和电机、储能装置和控制柜等的存放。尽管据美国称他们的中压交流弹射系统相比此前的蒸汽弹射要小得多，但看样子甲板下方还是要占用相当大的空间，所以要把滑跃起飞改装为电磁弹射，归根到底还是这多出的一层空间怎么给它挖出来。显然你不能在上面多盖一层，因为这样舰岛、升降机等都要受到影响而要重新设计。既然是要挖，那么以前苏联瓦良格号为前身的001辽宁舰就自然率先被排除，因为当年苏联人设计船体时是不可能为弹射器预留出一层空间的。那么我国在建造002山东舰时会预留吗？个人认为可能性也极低。山东舰是我国吃透了辽宁舰的全部舰体设计后，对部分设计如舰岛、滑跃甲板角度等做了些许改进，总体设计构造并未大改，而且从两舰的形身来看也基本一致，所以同样也不可能凭空挖出一层空间来。因此既然没有预留位置，那么要加装电磁弹射器，小修小补肯定是不行了，一定得做大手术。而001和002的滑跃甲板相比弹射甲板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先天不足，即便不用大卸八块，这个工程量也不亚于再建半艘航母了。而且如此大改，吨位、平衡性、浮力校核都要重新设计，这样改造的时间不花个2-3年还真的造不出来。而反观山东舰这次的大保养，从入坞到出坞也就2个多月，可想而知如此短的时间是绝无可能完成电磁弹射器的替换的。即便如很多人所想，滑跃甲板不动，只在斜角甲板增加一条弹射器，那2个月也很难完成。这是7月1日最新拍到的山东舰保养后的图片，可以清晰见到甲板滑线依然是从滑跃甲板起飞，与此前的变化并不太大。而且个人认为在短时间内这种改进也全无必要。试想一旦山东舰要改电磁弹射，那么在改造工期内和003服役之前，东海、南海我国能用的航母就只剩下辽宁舰一艘了。而一旦到了辽宁舰例行维护的周期，那岂不是在中国附近海域我方舰面临无航母可用的尴尬吗？所以目前看来，对于辽宁舰和山东舰性价比最高的升级方案，就是此前说过的海5代歼35的上舰。歼35自然是为了电磁弹射而专门研制，不过在看到了美国的 FH-18 超级大黄蜂和法国的阵风 M 为了争夺印度航母舰载机的订单，都演示过从滑跃甲板起飞的动作，而且都非常轻松。所以歼35在未来登上001和002，用以提升两舰的综合战斗力，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一艘航母的寿命可以超过40年，那么未来真的就没有把001和002升级为弹射航母的可能吗？试想在辽宁舰和山东舰即将退役时，那时中国的常规动力加电磁弹射航母与核动力加电磁弹射航母早已定型，并有舰只服役。
那么到那个时候，到底是以成熟型号续建后续航母，还是将老迈的001和002花大力气再改增电磁弹射器呢？想必后者依然不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所以001和002在未来也只有除役和转卖他国两条路了。这不，很多辽宁网友现在就已经开始讨论，打起了卖掉辽宁舰争抢核航母的如意算盘了。最后再来看一下003的动力系统，不知道这则消息最初的来源是哪里，不过传的真是有模有样。起因就是在福建号下水当日，央视短评中并未提到003所用的动力，所以很多人因此推估，之所以如此讳莫如深，是因为003采用了一套非常特殊的动力组，即核常混合动力。那么这种在世界上任何一国航母上都不曾出现的核常混合动力，到底会不会出现在003福建舰上呢？所谓的核常混合其实是两种，一个是核动力加锅炉加蒸汽轮机，另一个是核动力加燃气轮机。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虽说是核动力，不过原理也是先烧水，用蒸汽驱动汽轮机产生机械能，一部分带动航母的传动大轴，另一部分是给发电机发电。核能本身并不能直接发电或者驱动航母，所以整个过程也是核动力加蒸汽轮机联合完成。如果那些混动派指的是这种核蒸混合，那就有点偷换概念了。真正的混合动力是指具备两种烧开水的源头，一个是用核裂变产生核能再烧开水，另一个则是烧锅炉。当今世界各国的航母要不就是单纯核动力烧，要不就是只用重油烧，唯一兼而有之的是俄国的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像彼得大帝号的动力系统就是采用两座 KN3 型压水反应堆和两台燃油锅炉作为源头，另外则增加两台蒸汽轮机。不过据说俄罗斯的这个混动并不能并行，换句话说，不能同时使用，燃油锅炉只是后备。当核动力发生故障后，这两台燃油锅炉可以使基洛夫级巡洋舰以14节的速度再行驶1000海里。所以严格来说，当今世界尚无一款军舰可以采用这种核蒸混合动力，而且增加为两种动力就要同时维护两套系统，既增加了人力物力成本，也会相应挤压航母上其他设施的空间，尤其是舰载机的空间。如果吨位的增加只是体现在动力组合而非舰载机数量的话，这样的动力选择反而会事半功倍。还有很多人说，增加的核反应堆只是用来额外发电，其他不变。之前也说了，核能无法直接用来发电，仍然需要增加一台蒸汽轮机配合使用，再连接到发电机，所以依然无法解决维护成本和占用空间的问题。而且中国军用版本的核反应堆001号尚无在任何水面舰艇上使用或服役过，所以贸然登上003，这对未来的使用和维护都会带来不小的风险。万一有个闪失，再来个开膛破肚，可就得不偿失了。按照我国海军此前小步快跑的方针，个人认为003上直接上这种核蒸混合动力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另外一种核动力加燃气轮机呢？那就更加不可能了。燃气轮机的进气量相比蒸汽轮机要大得多，同等条件下，燃气轮机所需要的空气量是蒸汽轮机的 1.7 倍左右。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看到两个舰岛。而同样采用燃气轮机的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舰岛也被设计得格外硕大。而反观003舰岛的进气口相比001和002并没有明显的放大，所以不太可能是改用燃气轮机。因此综上所述，003福建舰的动力组合大概率还是会和辽宁舰和山东舰保持一致，为常规动力而非混合。而002山东舰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加装弹射装置，变为一艘电磁弹射航母。中国未来的航母之路还很长，该来的迟早都会来，请各位稍安勿躁，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